大家好，我是唐明哥，今天是3月22号。今天要被迫我说一点敏感的东西。美国情报称，中国习近平通过家族持有10亿美元的隐藏财富。这是华盛顿时报最新的报道，标题是腐败和秘密资金在共产主义制度、领导人和官员中根深蒂固。它的根据是周四公开的美国情报报告，显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亲属积累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报告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各级统治阶层普遍面临的腐败现象。报告指出，尽管反腐败努力已经牵连超过500万名共产党员，但中国仍最高65%的政府官员通过贿赂或者贪污获得非官方收入。报告称，腐败是中国的一个普遍特征和挑战，这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权力高度集中在中共手里，以中共为中心的法治概念缺乏对公职人员的独立监督以及有限的透明度。报告表明，习近平作为国家主席13年来高调宣布反腐的运动已经失败了。报告指出，反腐努力实际上集中在实施政治纪律和意识形态纯洁性，而并非根除猖獗的金融犯罪，目的是维护党的控制和掩盖非法性。中国的腐败涉及金钱，表现为不同类型的贿赂和贪污。公开来源的研究表明，一些官员及家人因为职务和关系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份总共就6页，包括封面是7页的非机密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是国会根据2023年国防授权法要求提供的。报告原定于2023年12月份提交国会，但情报机构因未指明的原因推迟了，所以2023年12月就应该交这份报告，但是后面不知道，他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推迟了，而且还非常短的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是由现任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中中国事务负责人大卫·舒尔曼起草，该办公室是国家情报委员会分析小组的一部分。要求提供报告的由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和时任佛罗里达州参议员、现任国务卿卢比奥发起。报告指出，尽管有迹象表明腐败仍然是普遍存在，但确定中国高级领导人的确切腐败程度很困难。然而2012年发布的研究确认了2位高级领导人的家族，时任总理温家宝和时任主席习近平积累了大量财富。习近平的兄弟姐妹、侄女和侄子通过商业投资和房地产持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温家宝的家族在2012年通过其母亲、妻子、儿子和兄弟姐妹控制了至少27亿美元。习近平和温家宝的具体投资并没有直接和他领导人联系起来，他们没有直接经手，研究也没有确定2位官员直接影响帮助增加投资。然而他们的高级职位会提供获得特权信息的机会，由于与其政治权力的人的关系，私营和国有企业的行动可能使家族持股受益。在有了相关的高层党内腐败的报道后，中国加强了信息控制，试图阻止外部研究人员。报告称，习近平可能敦促其家族中控制财富的人在他2012年上台时出售这些持股。然而行业研究提供证据表明，截至2024年，习近平的家族在商业利益和金融投资中仍保留数百万美元的资产。他意思是其他的在2012年就是接近10亿的基本上都已经变现了，然后呢仍然保留在明面上的可能就几百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官员的腐败涉及各种职务和项目的官员，包括科协原党组成员陈刚，他接受了超过1800万美元的贿赂。今年4月，中国证监会的一个司长姚前卷入了与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项目相关的腐败丑闻。
由于付费晋升文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也被发现存在腐败。习近平在2024年的一次讲话中表示，枪杆子必须掌握在那些对党绝对忠诚可靠的人手里。他一直非常关注军队中的腐败和意见。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要求。一些美国中国观察家表示，最终的报告没有抓住北京官方腐败的范围。这份可怜的企业报告历时2年半制作，是对国务卿卢比奥和情报总监加巴德，还有特朗普总统以及为其提供资金的美国人民的侮辱。中国专家前国会助手伯科维兹说，意思是这个报告太短了。他认为情报界有充足的时间详尽阐述中国领导人的财富，但并没有做到。他说，中国领导人通过非法芬太尼杀死了数百万人的美国人，除非中国人民和特朗普总统为首的美国政治领导人知道他们财富的详情，否则他们不会停止。他意思是美国人需要通过具体的这个高官的腐败情况对中国领导人进行拿捏。但是呢，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报告，不知道他们是能力查不出来，还是有其他的因素，就是这个腐败直接腐败到美利坚了，这也说不清楚。反正这本报告就是很短我把它也下载下来看了。报告称，同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据称，担心军队中普遍存在的腐败会削弱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能力，而这些能力将需要为2027年可能发生的台湾冲突做准备。因腐败被罢免的中国高级军事领导人包括2023年被罢免的国防部长李尚福以及前任，以及人民解放军火箭军司令和至少其他9位现任的前任火箭军官员。去年，中央军委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国武装部的政治中层的官员苗华上将因腐败被解职，李和苗都被指控违反党纪，两人被认为习近平的门徒。这意思是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不管怎么说都是完整的，即使和习近平关系密切，但是呢，还是有可能因为腐败被拿下。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是首次官方披露的有关中国领导层和中共腐败的敏感问题。一位国会助手称，中国使馆曾经试图但没有成功游说国会终止该报告。腐败报告也可能扰乱特朗普总统建立的与习近平新的直接的外交关系的努力。美中关系在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包括贸易、台湾和南海控制权。特朗普上周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的会晤正在筹备中。然而，卢比奥本周表示，尚未确定具体的会晤日期。纽约时报和彭博社新闻都曾在2010年代报道了习近平和温家宝的隐藏财富，引发了中国政府及对其记者的骚扰。2016年泄露的超过1100万份的法律和财务记录及巴拿马文件，提供了更多关于政权腐败的信息。这份文件揭示了中国政府高层家族利用离岸公司隐藏大量资金的证据。习近平和10亿美元资产的关系比此前估计的隐藏财富高出了6亿多美元。华盛顿时报6月首次披露的国会研究报告服务称，习近平在公司投资中至少积累了 3.76 亿美元，包括一家价值超过 3.11 亿美元的稀土矿产公司的间接 18% 的股份，以及在一家科技公司2020万元的持股。中国共产党不会要求其官员公开披露其资产。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媒体控制确保任何非国家批准的关于高层领导人或者亲属财富的腐败的报道或者讨论，要么不会出现，要么会迅速的从中国媒体生态系统中删除。这份在国家情报总监的报告确认了中国腐败的4种类型：获取资金、加速资金、大规模盗窃和小额盗窃。获取资金包括向有权力的党内高官行贿以获得特权，比如低成本融资、土地转让、垄断权、采购合同和税收减免。在中国，商人经常贿赂
党和政府 boss， 认为收益值得付出。国会研究服务调查称，公开估计习近平的隐藏财富为 7.07 亿美元，分布在亲属中，包括他的妻子彭丽媛以及女儿习明泽。大部分资产由习近平的长姐齐乔乔和她的丈夫邓家贵以及他们的女儿张亚兰持有。2015年，彭博社的一项调查研究针对政治关系密切的中国大亨王健林的腐败指控。纽约时报后来报道，齐女士和邓先生是大连万达的早期投资者，于2009年支付了2890万美元购买此股份，到了2015年上升至 2.4 亿美元，几乎6年时间，这个价值涨幅超过10倍。华尔街日报2019年报道，习近平的表兄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齐民也与腐败相关。齐民因为组织犯罪、洗钱和中国影响力操作相关联，受到澳大利亚警方的调查。2019年的其他新闻报道揭示，德国德意志银行的官员通过向中国共产党高级领导人赠送昂贵礼物，雇佣中共领导人的亲属和投资领导人的企业，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与该腐败有关的人包括前总书记江泽民，还有王岐山，还有温家宝。总的来看，中共领导层的财富和腐败活动反映了中国政治和经济系统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党强调廉洁自律和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另一方面，又缺乏有效的制衡机制和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是唐平哥，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